朋友们，你知道如何才能快速提升我们的意识状态吗？在一般情况下呢，我们对事物的认知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主观判断，这主要和我们的成长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有关。当你把外在的人事物或者你自己认知为某个样子时，在这一刻对你来说，你和他们的实相就是你认为的样子。你也会根据你认为的样子做出判断和反应，无论你的判断和反应是什么，在这一刻，这些判断和反应就直接反映了你的意识状态。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个渺小的小我，那么在这一刻你就是那个受限的小我。如果你现在是有意识的临在，那你的临在就是你此刻的实相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的意识状态是可以决定你世界的样貌的，包括决定了你是谁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是谁就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识状态。你的意识状态是可以随时改变你周遭世界的。比如你做了什么事，然后直接改变了某一件事的最终结果。你今天不开车去上班，选择走路去，结果迟到了，但是你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喜欢的人，这就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意识改变世界的例子。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具有相同意识的事物会不自然的就聚在一起了，就好像冥冥中有种力量在指引着他们。或者用另一句谚语解释，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具有相近意识的人不容易分开，而意识不同的人会很快分开，最终还会处于人以群分的相对稳定状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认为你的小孩是什么样的人，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决定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如果你认为他是没有用的人，那他很可能就会成为没有用的人。如果你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孩子，那他很可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孩子。如果你觉得你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，那你就会生活在一个奋斗求存的世界。虽然不尽然一定就是这样，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无常的因素，但你的意识状态是可以直接影响你的世界的。个人的意识状态可以改变个人世界的样貌，整个人类的意识状态便组成了全体人类的集体意识状态，而集体意识状态就可以决定整个人类世界的样貌。由于意识状态是和我们内在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目前世界的样貌就是人类内在意识状态的一个反射。所以如果人类想要改变世界，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在出发，提升自己的意识状态，改变内在意识状态，从而改变外在世界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每个人的意识状态都改变了，也就是人人都变得有意识了，那世界会发生什么呢？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究竟要如何改变我们的意识状态呢？其实改变意识状态的关键点在于你要对你的内在有一个清晰的觉知。有了这个觉知后，你才会知道每时每刻在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。你可以经常问自己，我的内在现在发生了什么？我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然后去感觉，不要用头脑去回答这些问题，头脑只会做一些概念的描述。觉知内在可以从2个关注点切入，一是觉察在你之内的无意识部分，二是要关注我们内在有意识的部分。觉察无意识部分可以从你能觉察到的开始，比如感觉你体内的情绪，观察自己对外界的反应模式等等，捕捉到它们背后的自动化反应程序。只做观察，不做心理评断。你要做的只是对它们的接纳，允许它们的存在，然后安静地看着它们，超越它们。无意识部分的内容是非常多的，我们之前讲过的小我的机制，包含了几乎你整个的一生，所以你需要在这上面下足功夫才行。当然，
这并不表示你需要把所有的无意识都看得清清楚楚和明明白白，你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内在有所察觉就可以了。你的觉察会把你从无意识中拉回到意识当中。当你对你内在的无意识越来越有觉知时，你的意识状态就开始改变了，你也会不再那么容易陷入到无意识之中去。除了觉察无意识部分，你也要对意识部分的内容有所觉察，而且把这作为你关注的焦点。比如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，带着觉知观察周围的环境和物品，感觉你身体内的活力。把你注意力的焦点放到当下，就是对意识部分内容的觉察。你觉察到意识部分的内容时，你也能清晰地感知到作为觉察的主体，那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就是你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觉知机会，就是在你的每一个念头续流之间，会有一个短暂的切换过程，也就是从一个念头切换到另一个念头时，在两个念头之间有一个切换的间隙，这个间隙就是你要留意的关注点。因为在这个间隙里，你是没有思考的，也就是这时候你是有意识的。虽然这个间隙的时间非常短，但当你关注的越多，你越来越有意识时，你每次思想续流的时间就会变短，这个间隙也就会变得更多，而你也会在这个间隙中停留更长的时间。你停留的次数和时间越多，你有意识的临在也就会越多，直到最后，你的临在就成为了生活中主要的状态。我们是无法既沉迷于思考又有意识的。在你深陷在思维里时，你是无法觉察到你在思考的，只有当这个思维的间隙出现时，你才能觉察到。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它，在这个间隙出现时，在那里停留一会儿。这是一个锻炼和提升自己觉知能力的方法。关于提升我们意识水平的方法呢，我们之前讲过几个，就是通过看、听、闻、尝、触觉等等途径。看就是用眼睛观察可以看到的事物，只要一有空档，你就可以随时审视你周围的物品，把这作为你的一个冥想。当你观察它们时，允许它们以本然的样子存在那里，不对它们做出心理评判。当你不对你看到的事物做心理评判时，你和你看到的事物就处于一个整体了。你既能感觉到它的临在，你也能感觉到你自己的临在。当你感觉到你们的存在时，你就是有意识的。在你观察的时候，也要去留意在你们之间的空间，留意这个空间和观察到的对象也同样重要，甚至更重要，因为空间要比物体更广阔。当你察觉到空间时，你的意识也同样变得和空间一样广阔了。就像你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时，就会有一种心神豁然开朗的感觉，那就是你觉察到了天空的广阔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你临在的感觉。听就是去倾听外界的声音，当你主动去倾听的时候，你也是无法思考的，你处于警觉的状态，你是有意识的，感受到一段段的音频从你耳中穿过，说话声、碰撞声、汽车声、鸟叫声，或者是安静的环境下轻微的环境声。倾听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冥想方式，它可以让你悸动的心更加平静，也可以让你平静的心更加有意识。就像观察的冥想方式一样，是你随时可以做的一个冥想。在这些声音的背后，如果你仔细倾听的话，还有一个深沉的寂静在每一段声音之间，在每个声音的背后，有一个寂静一直在那里。不管外界的声音有多大，这个寂静都是如如不动的在那里。和空间一样，这个静默也同样比声音更重要。当你能倾听到这个静默时，你也会和这个静默同样的宁静。
为什么看似不在的比在的更重要呢？因为只有有了不在，在的事物才可能存在。如果没有了空间，那物体就不可能存在；没有了静默，声音也不可能存在。在宇宙当中，空间比物体要广阔得多，静默比声音也要广阔得多。重要的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一直存在的。就算可以存在10000年之久的地球，它总有一天也会回归消亡。而未显化的空间和静默却可以一直存在。接下来再谈谈闻、尝和触，这3个呢，我们就不分开讲了，因为比较类似。就拿触来举例吧。触就是我们身体的触觉，你坐在椅子上的感觉，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，手触摸物体的感觉，都属于触觉的范围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留意这些感觉。拿起一个杯子，感觉手伸向杯子的动作，触摸到杯子的感觉，然后是杯子触碰嘴唇的感觉。做这种类型的练习，可以让你安处在当下，而你也是有意识的。除了看、听、闻、尝、触，最后就是觉了。觉可以称为觉受、感觉、觉知、觉察、察觉等等，它也可以配合看、听、闻、尝、触来使用。不过觉要来得更广泛，更加广阔，它可以让你觉知到本体的存在。觉知的能力和你静的程度有关，你越是平静，你觉知的水平就越深。这个深度几乎是没有底的，就像宇宙空间一样的广阔。但是要小心，不要让你的头脑给搅和了。头脑很容易参与进来，然后变成我以为是的情况了。我们常用到的练习，就是觉知内在身体，感觉身体的生命力，还有觉察我们此刻的感觉，觉察呼吸。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练习的。以上的这些方式呢，就是通过改变你关注焦点的方式，把你从原来关注的点转移到真实的本质上来。这可以让你变得越来越有意识，直到最后完全觉醒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